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rene。在这个单元中，我们来谈谈想法该从哪里来。在设计 API 的过程中，从不同的面向角度切入，以观察需求来启发想法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启发想法。首先，从经营品牌的角度来切入 API 设计，这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品牌形象，增加品牌价值，并且扩展他们的市场影响力。那么首先我们考虑到如何将品牌的核心价值融入 API 的设计中，这包括了确定品牌的定位、品牌的诉求和品牌的特色。透过将品牌价值融入我们 API 设计，我们可以打造出与品牌一致的使用体验，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。从品牌经营角度切入，思考你的品牌定位和业务领域是否有相关的即时资讯可以提供。这些资讯可能是关于行业趋势、市场数据、最新消息等等，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实时且有价值的资讯，或者是你提供辅助功能。考虑你的品牌是否有可以提供有助于使用者的辅助功能，这些功能可能是自动化工具、分析报告、个性化推荐等等，能够帮助使用者更好地使用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，提升他们的体验和效能。藉由思考自身品牌定位，探索可以提供的即时资讯或者是辅助功能，你可以创造出一个有价值且与品牌相符的 API， 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和满足使用者的需求。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，品牌与技术的结合是成功的关键之一。许多顶尖企业利用 API 作为品牌经营的策略，其中包括了 YouTube、Google 和 Spotify 等知名品牌。举例来说，开发者可以利用 Google Maps 的 API， 在自己的应用程式中集成地图功能，让使用者可以轻松地寻找地点、获取路线导航等等。这进一步巩固了 Google 在地理资讯领域的品牌形象。而 YouTube Data API 是 YouTube 品牌的核心 API 之一。这个 API 让开发者可以存取和管理 YouTube 的内容跟资源，例如影片、频道和评论等等。透过提供这个功能丰富的 API， YouTube 也加强了其作为全球领先的影音品牌的地位。Spotify API 让开发者能够存取和播放 Spotify 的音乐内容并根据用户的喜好提供个性化的音乐推荐。这些例子展示了从公司品牌经营的角度切入 API 设计的重要性。透过提供与品牌相关的 API， 这些公司能够加强品牌形象，扩大市场，并提供更好的使用者体验。个人品牌是建立在个人专业知识、技能和经验的基础上，并通过在特定领域提供价值来区隔自己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是算命师，你可以提供一支 API 让民众算八字、紫微斗数等等。如果你是一名会计，你就能提供一支 API 用于结算报表，让其他会计师拥有更快结算的方式。如果你是一名律师，你就能提供一支 API 用于输入条件快速查询、过滤法律条款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从受众角度切入 API。从受众角度切入 API 设计，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什么样的 API 会吸引到特定的人群。这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、偏好和行为，并提供符合期望的功能与价值。那么什么样的 API 才会吸引到人群呢？第一点，实用性。确保你的 API 具有实际价值和用途，它能够解决使用者的问题或者是满足他的需求。这可以透过提供有价值的功能、资料或者是服务来实现。易用性，你可以提供清晰的文档和范例代码来增加 API 的易用性。设计 API 的时候，应该追求简单易懂的界面和操作方式，让使用者能够轻松的理解和使用 API。在吸引到人群来使用 API 时，就要确定 API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，能够长期可靠的使用，包括了处理错误情况，提供适当的错误处理和回应机制，并且提供详细明确的文档，清楚地说明 API 的功能、输入和输出参数、使用方法等等，这样使用者能够快速理解和使用 API， 减少学习成本和疑惑。保持良好的性价比也很重要，在 API 的价值和收费之间保持平衡。
确保使用者认为 API 的价格与其提供的价值相符。最后，个人化，除了基本的功能和方法以外，提供额外的功能和自定选项，让使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整合。这种个人化能够增加使用者的满意度和使用体验，像是过滤排序等等，都是一种个人化的方式。那么要怎么从受众角度切入来发想主题？举例来说，针对需要进行货币转换的人群们，像是旅游者、金融机构、外汇交易者等等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货币汇率转换器的 API。那么这支 API 让我们能够满足那些需要频繁进行货币转换的受众群体，让他们能够方便的进行不同货币之间的转换计算。最后，我们要知道 API 是如何为受众提供价值的。当你使用一个应用程式或者是网站的时候，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方便的功能、及时的资讯，也是个人化的体验。方便的功能可以让使用者轻松的使用和操作 API 所提供的功能，让他们任务变得更加简单、快速和高效。这些功能可能是自动化工具、一键操作、即时回应等等。我们知道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，所以提供方便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，让使用者能够轻松的完成他们的任务或者是达成目标。接下来是即时的资讯。当我们在寻找资讯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可以随时获取最新和即时的资讯。这可能是关于行业的动态、市场的趋势、新闻的事件等等。即时的资讯的提供能够让使用者保持竞争力，做出明智的决策，并且及时掌握市场变化。最后是个人的体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需求，所以提供个人化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可能是基于使用者的历史数据、个人偏好，或者是地理位置等等因素来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和内容。这样的个人化体验能够提高使用者的参与和满意度。其实方便的功能、及时的资讯和个人化的体验都是受众所追求的重要特点。在创作 API 的过程中，我们应该时刻关注使用者的需求，并设计相对应的功能和体验，这样才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使用体验。那么在下一个单元，我们将提到 API 的想法是如何从问题去发现并提出的呢？